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花少妻张晚意裹浴巾喊哥哥，戳中独居女孩软肋，都想要个龚俊，喊哥哥帮我解决下。张晚意裹着浴巾在漆黑浴室里这么一喊，上热搜的姿态并非是可笑，反倒精准地戳中了咱们这些独居女青年的软肋。原来把脆弱往外托付也能这般体面。浴室一声哥哥，喊出独居女的兜底渴望。我连夜把这段 cut 刷了8遍，竟突然发觉，咱们嗑的究竟是什么糖呢？而是那种有人兜底的畅快。龚俊跟24小时售后似的冲上前去，张晚意就只管喊口号，剩下的烂摊子有人给收拾。这就跟我和闺蜜的群聊一个样，我要是崩溃了，她立马回我来弄。镜头的运用恰如其分，先是给了张晚意一个特写，那睫毛轻轻的颤动的样子清晰可辨。紧接着画面一转，龚俊奔跑时的半身镜头便随即呈现，晃动之感十分显著，手电筒的光也变得模糊不清。再配上那句有我在，顿时让人产生一种置身于偶像剧的感受。谁能料到这竟不是特意安排的呢？我着实不敢置信，2个不同的拍摄角度，居然能这般凑巧地遇上停水这事。马思纯一句话，戳穿租房女孩等兜底的小心思。马思纯那句你的人生快离不开龚俊了，被做成表情包而疯狂传播。仔细想想，他喊出的乃是屏幕前每一个租房女孩子的心声。我们也期望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人能托底，期望迷路时能够原地等待。不过现实是，停水时我只能给物业发微信，而对面却永远处于正在输入的状态。张晚意夸人，简直就如同开启了外挂一般。很难有他人能如你这般安排的如此妥帖。这句话一出口，直接就让龚俊笑得合不拢嘴。我无论如何去看，都觉得这哪里是兄弟间的相互夸奖，分明就是一堂情绪价值的示范课。在被职场内卷得不敢言语的我们，着实太清楚一句恰如其分的夸奖有多么难得，简直宛如续命的神器。从综艺兜底到现实互助，我们都能当自己的光。我反过来琢磨，龚俊自始至终情绪都很平稳，好似自带不间断电源装置。可节目里只剪辑出他神兵天降的片段，没播出他事后会不会悄悄叹气。实际上谁乐意一直充当别人的解决办法？反正我可不想，我下班了连自己都没精力去料理。弹幕里满是国家欠我一个哥哥这类话语，我看着觉得好笑。国家可不欠，是楼市、通勤、996将互相兜底从生活中挤走。而且我们把渴望投射到2个大男孩身上，花上1小时去看外包式亲密，之后再回去跟 KPI 死磕。节目组那叫一个精明，男互动等于安全来客，不沾婚恋，没有所谓嫂子粉圈，不会起纷争。于是弟弟情就被无限放大，女嘉宾的互助镜头给剪掉，我们就这么被精准投喂着，嗑的那叫毫无顾虑。可压根没人提醒，姐妹之间也能递毛巾，也能喊我在。我拉片时发现，只要龚俊一伸手 ，BGM 就准会响起，并且搭配着柔焦滤镜。只要张晚意一回头，镜头必定会来个慢动作。套路都堆积成这样了，还真让人难以置信，真情里没掺杂工业糖精。可转念又觉得心服。我要的就是那糖，管它是天然的还是带糖的，能止痛就行。综艺节目只是冰山一角，生活还是要自己找光。说到底，我们在夜晚刷片段的时候，是把那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孤独放进了他人的口袋。张晚意一句叫哥哥，说白了就是我不想再独自苦苦支撑着，哪怕仅仅只是10分钟。弹幕替我道出了心底的话，
我也期望能够堂堂正正地表现出自己的脆弱。而后有人急急忙忙跑来接应。追完综艺之后，我拉起了一个小群，和闺蜜约定着，倘若下次停水，就直接给我发语音，我打车给你送去充电宝以及矿泉水。我们成不了明星，不过能够学着自己去搞售后。毕竟在现实中，那黑暗的浴室里可没有跟拍摄像，根本就没人会给我们剪出高光来。埃及夜空，即便再如何璀璨，节目终究还是要落幕。屏幕一黑，我便回到了自己那小小的单间。此时听见楼上传来冲水声，实际上我的水管并未出问题，却突然意识到，将孤独交予他人，仅仅能获得片刻的畅快，而真正的踏实之感，还得依靠彼此间的默契以及陪伴。下回洗澡时，我打算把手机留在客厅，在黑暗中自己试着去寻找那阀门开关。别着急就喊国家欠我一个哥哥，不妨发个朋友圈，今晚谁陪我玩黑暗找阀门？或许那个飞奔而来的人，就是你现实中的龚俊。综艺不过是预告片，生活才是正片，而且我们都是自己人生里的马思纯。当喊出孤独那一刻，竟已然在给自己寻